最后的话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实际当中呢也经常会犯，但是呢，就是程序也是给大家执行了，只是在这次课程当中呢，没有给大家就是增加算力，但是呢，我把这个频率较高的呢给大家列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因为呢，也是对比了有3、4个城市的，并没有把全国的这个资料都找全，所以说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频率较高的问题没有给大家列出来。这个大家后续呢可以到自己相关的一些住建部啊，或者说是勘察协会的官网上去找一下相关的资料。那么，比如说在这里面还有大家比较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柱的1/20。那么这个我们在配件当中是不是满足了？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斜拉的情况。比如说柱子是这个方向布的，那么我的梁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时候深入的这个长度呢，可能就是这样延伸下是一个斜的方向，并不是我柱子的实际的 BH 边缘。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手合起来也是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程序也是可以给大家正式计算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关于矿支柱的截面尺寸是不是满足高规这个10.2.1的要求？常规的要求大家都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规范要求就是，矿支柱的截面尺寸呢是和梁的跨度去挂钩了。具体的条文这个地方我不给大家去详细的描述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矿支柱截面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梁跨度的多少分之一？有时候可能我们这个截面尺寸相对来说取的会小那么一丢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底部加强部位。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在拿到用户的图纸和模型校审过程中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自己呢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大家一些刚毕业新手，他在做的时候他忘记了定义这个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是什么，他就建完模然后就去计算了，并没有到前处理层它属性里面去定义加强部位，所以说一个呢是有用户又漏掉的，另一个呢，用户在这个定义底部加强部位的时候也出现问题，尤其是一些当这个嵌固端在基础的时候，它的这个加强层的底部加强区的范围呢也不是很合适。那么这个时候呢，程序呢会根据规范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关的校审。还有呢，第四个就是关于连梁的这个腰筋的要求。如果连梁的跨高比小于2.5的话，那么腰筋呢是要求配筋率是在0.3%。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其实很少会算这个梁的跨高比是多少，大多数算的时候呢，就是看这个跨高比是大于5还是小于5，也就是我要区分我是按照连梁去算，还是按照这个框梁去计算。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呢，会处理清楚，那么让模型呢去定义连梁啊，或者说让模型自己去判断去计算。当然了，这个其实在我们看到珠海是珠海还是厦门的那个，也是给出的审图意见当中呢，它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也是有的用户会连这个都忘记去这个设置了。那么，同时那么犯的最多的呢，还是这个小于2.5的时候，这个腰筋呢，这个是不满足要求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近几年大家呼声比较高的关于这个铆固的问题。那么程序当中现在也是按照，因为上次课程也给大家讲过，其实按照这个图集还有是规范区分了这个框架梁、非框架梁，然后比如说连梁，还有是转换梁、悬挑梁这几种情况的不同的铆固情况，程序都可以考虑。同时呢，也是按照新的图集可以考虑这个面内面外的连接，那么不同的情况，还有次梁是铰接还是钢接，它的这个0.6和0.35的取值呢，程序都是可以考虑的。这里面呢就没给大家做算力，大家后续用软件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在程序在校审铆固的时候呢，不光是可以告诉您的铆固不足，同时呢还会给您输出这个推荐的直径，告诉您选哪个直径呢铆固去会满足要求的。这是第5个问题。然后第6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短支剪力墙的问题。那么也是很多用户在短支剪力墙的这个配筋上呢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短支剪力墙这个全截面面积的配筋率，这个呢是很多用户也是去会犯的。那么同样软件当中这个也是会给大家这个执行了的，大家直接用软件去校审就可以了。那么软件的这个常见问题呢，这块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那么其他问题呢，基本上就是在结构计算书、结构设计总说明，还有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结构设计概念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呢，相对来说可能程序目前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审查的，但是像相关的构造设计啊，或者说是构件设计，这个是都可以的。最后呢，想说的一点也是，其实这个呢，可能和审查并不是特别大的关系，但是是在我们绘图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工程师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大家工程师经常给我们提的，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个图面检查的功能，帮我去查一下我在改图过程当中犯到的一些小错误。那么，比如说像图面的这种钢筋的这个根数，那么和估筋的支数没有对得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带着我们一版一版的改图，那么改一版图，我可能就要对一遍配筋。那么在对配筋的过程当中呢，难免大家会有一些手误啊，或者是一些小失误，导致去犯一些这个图面上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程序现在呢新版的这个也增加了图面检查功能。比如说像量图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检查编号是不是有重复，包括您的这个不误制作的下筋截断的根数和这个总的根数是不是能合得上。同时呢，还有一些用户在改图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钢筋直径打错了，比如说他想用16的钢筋，但他输成了15等等这类型的问题，包括图面重叠。还有一个呢，可以检查主次梁的高度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建模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这个小的失误，导致这个有可能次梁的高度比主梁还高。那这时候呢，你的搭接或者说铆固啊各方面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时候呢，程序呢也可以给大家检查这个次梁制作的步骤是不是合理这些情况。那么柱图呢，可以给大家检查这个估筋支数和这个纵筋根数是不是匹配，以及是编号重复。包括墙图呢，还可以给大家检查这个平面图的大样和这个我们给的这个配筋详图的大样，这个是否匹配等等一些情况。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赘述了。好，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个图面这个大家在审图当中的这个常见问题呢，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其实呢，主要大家可以看到分为了3大类，一个是关于这个结构的计算分析方面，比如说我们有些参数设置不合理，还有就我们的图模可能对不上，然后还有一些构件设计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构造的配筋率啊，什么这些构造要求呢没有满足要求。第3个呢，就是刚讲的设计师比较希望有的一个帮我做一些这个图面表达或者图面当中一些小失误的一些检查。总体上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规范条文的难度呢都不是特别大，甚至其实刚才可能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哎，这些条文我都可以倒背如流，滚瓜烂熟。但是我们这些条文却依旧是在我们每一年就是大家公布的这个常见问题或者说结构设计通病当中上榜的这些条文。那么大家容易犯这些条文的原因呢，还是就是大家平时在改图的过程当中可能反复改容易造成的失误。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在绘图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不太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太细致的吧。那么所以说呢，这次呢给大家介绍的课程呢，就是希望大家后期呢可以在绘图的过程当中呢细致一点，尽量呢少犯这样的错误。同时呢，如果您在绘完图之后呢，可以借助软件呢去搂一下这些问题，让大家呢从这个图纸校对的工作当中呢解放出来，让大家真正的回归到设计本身。最后呢，想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从去年底呢，我们推出了一个 CAD 版本的审查软件。那么这个审查软件的用法，做一个简单，就2页 PPT，很简单。因为这个软件整个操作呢，比原来那个要简单很多。这次就不给大家讲操作，就是大家用的时候呢，一个呢，您可以安装这个精简版的软件，然后在这个右侧的地方，在左侧这个位置呢，去切换 CAD 版本，双击进到 CAD 界面就可以了。如果您使用的是主程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主程序的这个施工和审查这个页签下面呢，去启动 CAD 版本就可以。还有第2种方式呢，就是如果说我不太想单独的去安装一个软件去做校审了，你能不能把这个软件给我放到我的 CAD 平台画图的这个界面下？这个也可以。这个时候呢，您只需要在 CAD 当中呢使用那个 APP Load 呢，去把这个施工图 check 这个 list 和这个文件加载进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一边画图一边这个使用这个审查软件，去搂一下上述讲到的一些构建的相关的这个构造要求问题。
嗯，另一个软件操作的话呢，其实大家看这个界面呢，基本上就会了。就是第一步就是导入您的结构计算数据，有模型就导模型，没模型的话就导配金简图。如果说您的图纸其实在用软件之前已经插入过配金简图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一步呢您也可以跳过。然后第二步呢就点开这个校准参数设置，然后呢校准参数设置我们可以回到前面那个 PPT。回到刚才这个 PPT，这个大概就是刚才点校准参数设置之后呢，会弹出两个界面。如果说是带模型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这个界面；如果说是不带模型的话，那么也就配金简图的话是这个界面。那么您只需要这个检查一下图层是不是对，然后呢，如果是这个走配金简图的话，再输入一些相关的楼层次设计信息就可以了。之后呢，我们到这个图面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小动画，以这个配金简图这个例，配金简图，然后我们前两步的操作，然后第二步呢，就选一下这个校准参数，就录入一下这张图纸的一些相关的设计信息即可。然后呢，拉一个框，选择您要校审哪张图纸，右键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呢，您就只需要到这三个部分呢去查看校审结果就可以了。可以去查看刚才讲的图面检查、配金够不够，还有是规范审查就可以了，就是非常简单的操作过程。